大事不好了！辅国公下旬联合朝臣上书给皇上，参了您欺君僭越、矫诏等17条罪名。我们在皇宫的内线打听到消息说，皇上震怒，很快就会下旨除去大人您了。攻下旬，妖言惑众，陷害忠良，魅惑圣上。锦衣卫听令，随我一道清君侧，斩杀辅国公下旬。是。这一次案，幸亏有你相助，才能顺利定下纪纲的罪证。如今鞑靼已经回到了草原，重振旗鼓，纪纲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这个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你怎么了？夏寻哥哥，你就不再考虑考虑吗？我知道，我比不上谢姐姐。但是我留在你身边，做一个侍妾也行啊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草原的天空是很广阔的，在那里，你不是背负仇恨的小鹰，而是无忧无虑的乌兰图雅。乌兰图雅是属于草原的，它是那里最璀璨的珍珠。你这个傻丫头，年纪尚轻，所以不要把感恩误会成了爱情。以后你长大了，就会明白。你夏寻哥哥心里面，这辈子只会有你谢姐姐一人。我好羡慕谢姐姐啊！羡慕什么？你以后啊，也会遇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知心人。走吧。等我找到了，我一定先告诉你。我走了。什么事啊？按照那日我们原本的计划，小英以为他会躲开这一刀的，下手只用了8分的力气。谁知这个傻子为了求逼真，竟然故意不躲开，伤得这么重，刚才还强撑着去送小英，回来又发烧。夫人，大人应有神武，自有上天庇佑，夫人不必太过忧心。你过来找他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是，有件非常棘手的事，需要立刻向大人禀报。可是，他刚刚睡下。大夫给他加了一剂安神的药，现在叫他也叫不起来的。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是小英姑娘，她被纪纲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人刚护送小英姑娘出城，就被一群锦衣卫给埋伏了。刚才有人送信来说，要大人孤身一人立刻前往，否则小英姑娘性命不保。啊，地址在这儿。
谢谢为了你挡刀而死，你却放走杀他的人，你是不是男人？如果谢谢在天有灵的话，他一定会后悔当初有眼无珠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无言以对是吗？我今天就要替谢谢送你们这对害他的狗男女下地狱！一来心！你知不知道，谢谢在替你挨刀的时候也是这么疼的。夏雪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你根本就不配拥有谢谢。你得到的那一切，全部都是不劳而获。你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一刀把你给杀了的。我就让你自己看着你的血慢慢流光死绝。为富国公包扎伤口的大夫被直眼盘问过，富国公伤得不轻，一条胳膊俨然是废了。谢谢，真的是你啊！可是，怎么会是你呢？谢谢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你。可是怎么到头来，却是我伤了你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谢谢你坚持一下，我们去找大夫。志刚。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你就当做是我替夏雪死了一次，替他死我心甘情愿。我死了之后，你和夏雪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兄弟相残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曾经生死与共，就算做不成兄弟，也不应该成为仇人。这个，你们两个就算做了一个了结，从今以后还是兄弟。答应我，金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都答应你。我爱了你一辈子，早知道会是这样，我宁愿你跟夏雪双宿双飞。我要你活着。我只想你平安健康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谢谢，你不要死，只要你能活着，我宁愿不爱你，我宁愿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要死。谢谢。
谢谢，谢谢你醒醒啊！谢谢，谢谢。金刚，把谢谢放下！都给我住手！谢谢，我有生之年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我答应过谢谢的事情，绝对不会食言。谢谢，我答应过你的。今天就做一个了结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金刚，大人，谢谢，答应你的，我做到了。今天就是我和他们医院的了结。我说，答应你的，一定做到。谢谢，谢谢。夏雪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毁了我们的兄弟情。皇天在上，今日我下旬，我纪刚，我西门庆在此结为义系兄弟。日后我兄弟三人，生死相托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扶。哈！还害了谢谢，若有来生，若有来世，若有来。图丹，在，带夫人回府。是。若有来生，你我还是兄弟。慢点，小心啊！来，夏老弟，你放心，谢谢腰上的玉佩替他挡了一下，所以并没有伤到内脏，他很快就会痊愈的。他服了我的药，
明天早上就会醒，你安心吧。纪刚的尸体收敛了吗？我已经派人去向皇上禀报了。皇上念旧情，准他入土为安。纪刚的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我听到一些风声，觉得必须要告诉你。仅因为现在没有了纪刚，只有你夏洵一人独揽大权，恐怕皇上会有所不容。你最好早做打算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，只要谢谢你给我醒过来，我便别无他求。你醒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好不容易才没有死，你可不能再有事啊！你还知道你差点死了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小英她没事吧？她没事了，子期已经派人把她送走了。那纪刚他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在我去救你的时候，在我面前自尽了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的把你的身体养好，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是不是谢谢醒了？慢一点。是啊，西门大夫医术如神，不减当年，又救回了我的一条性命。哎，不是我吹牛啊，即便我现在双目失明，我依然是全天下数一数二的那个神医。这还不是吹牛啊？这牛都满天飞了。哎呀，我都听到了，谢谢。你可别自寻烦恼啊。说句心里话，纪刚死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毕竟我们三个人兄弟一场，纪刚也救了我们不少次。但是，我一想到我这双眼睛，想到子期受的伤，想到无数人因为纪刚而丧了命，我突然觉得，对他的怜悯，就是对天下的另一种伤害。是啊，他这样的死法，算是很便宜他了。他犯下的过错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原谅他。但是我们心中隐隐不舍的那个人，是曾经为我们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纪刚，而不是这个锦衣卫指挥使。对了，我昨天和西门庆，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今天特意过来告诉你们。我双目失明，子期在诏狱里受了刑，受了伤，我们都身心俱疲，不想再留在朝廷里了。我明天就去辞官，管他什么功名，什么利禄，都没有我和子期安安心心过好日子来的重要。不管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们。
免礼。谢皇上。锦衣卫南镇抚司彭子奇，锦衣卫西门庆，同龙起兵，共清君侧，劳苦功高，多年驰骋，以致筋骨劳动。特赐黄金100两，白银1000两，钱10万贯，良田100亩，杭州次宅1座，御书匾额1副。令你2人回乡择日成婚吧。谢皇上恩典。杭州景色宜人，离金陵也很近，以后想来看你们也花不了多少时日。我已经给他找好了大夫，准备好好给他治治眼睛。只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用我这双眼睛换来一辈子的安宁，我宁愿一辈子看不见。咱们4个人这一路走来，披荆斩棘，可谓是经历了风风雨雨。我虽然很舍不得你们，但是你们的选择是对的。金陵是个是非之地，现在这金陵城里暗流涌动，你们激流勇退，可以换取一生的安宁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的羡慕你们2个。夏老弟，你也听我一句劝，早点脱身吧。有人适合金陵，但绝不是我。你也忙够了一辈子，早点带着谢姑娘回家享享清福，这才是正经事。有的人说脱身就可以脱身，但是你知道我不一样，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。我知道你还放不下皇上，放不下整个大明，可你看看我们，你不能不替谢谢着想。兄弟，上路吧。我们走吧。皇上，西洋之行，预计费钱10万。如因疾病疫情、风浪海啸，军民将不知死伤多少。即便寻得奇宝而归，对国家又有何益处呢？皇上三思啊！我朝廷宝船不远万里，难道就是为了采购那些奇珍异宝吗？不少海外的香料、布帛、药材，在当地的进价和我大明市价相差20倍有余，这其中的盈利何其惊人！再说，我大明的瓷器在异域一向受欢迎，卖1万只碗就能够给民间赚300-500万贯，这难道有何不好吗？哎，你看看他，郑公公，此言差矣。辅国公有何高见？在下愿闻其详。还请辅国公向皇上痛陈利害。臣以为，下西洋之利弊，并不在于买卖得失这点小事。首先，下西洋可以带动沿海城市的民生民计，这是一笔无法估算的收益。其次，下西洋需要采购大量的中原物品，以己之长换己之短，既长国威，又足国用，这名利双收的事情，为何不去做？辅国公可知道，之前琉球共使抢劫官船，殴伤中官，害民亏国，祸害不浅。更有些共使朝贡，不管你需要与否，只将货物大批运来。你若是不收，便纠缠不休。他们
这是打着朝贡的幌子。我天朝怎好计较贡物的厚薄呢？诸位大人所言有理，臣请陛下罢朝贡，重启出海贸易。朝廷与地方俱获其利。重启自由贸易。夏询啊夏询，文武百官一言所欲，你真是了得呀！皇上，百官并非为臣所欲，而是为利所欲。什么叫为利所欲？如今这朝贡贸易一共有3大矛盾，不可调和。讲。这第一是文官与宦官之间的矛盾，第二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矛盾，第三是皇室与巨商之间的矛盾。你所言何解？细细讲来。下西洋船舰的建造，还有物品的采办，都是由宦官来监办的。文官们不但插不上手，还要听从宦官。这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官，如何忍得？那朝廷和地方又有什么矛盾呢？有一些官员，他们坚持把海运、兴河运，那原因何在呢？是因为河运对他们治理的地区会有利可图。如今提倡出海贸易，他们无利可图，自然是反对了。第三呢？这第三，也是臣最担心的。皇上曾经下令，官员不准经商，与民争利。可是如今这朝贡贸易，皇家却成为了最大的官商。取消朝贡贸易，我告诉你，从父皇时期开始，朝贡贸易就是我大明的政策。难道皇上真的没有信心，让四夷藩国真心兵服，所以宁愿用这种厚往薄来的方式，换取一个虚名吗？你大胆！皇上息怒。皇上垂询，臣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出去！出去！只要一个人进去。你觉得夏勋所言如何？句句发自肺腑。皇上，您把我从佛堂喊来，就是要说辅国公的事啊。大师，您还是叫我王爷吧，不然听着总不习惯。或许，我希望自己在您这儿，永远都是过去那个鲁莽的王爷，而不是什么皇帝。好，王爷，哎，您已经有辅国公了，他忠心耿耿，对王爷您也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呐。夏勋现在是越来越让朕
感到害怕呀。唉，他能说会道，功高能干，所有大臣都依他。若一旦时事有变，就算下旬忠心，却也不能逆势。昔日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难道一定是赵匡胤的本意吗？韩信受胯下之辱，陈平刀扫受贿，皆用之以心。这些人的性格与品性都有所损缺，但关键是看你如何发挥他的才能。天下用人之道，唯有唯才是举。唯才是举啊！唯才是举。那也不能没有防人之心，但至少在下西洋这事上，夏巡说的没有错。穆恩，奴才在。你旨，朕就依辅国公之言，弃朝贡，改勘河市舶。朕和一向熟悉海洋和西方诸国，此番下西洋，将以他为主官。遵旨。郡主，您都走了1个下午了，您到底想去哪里呀？你就让我这样走吧，走累了就不会想起他了。郡主，是辅国公自己没福气，论身份论地位，他哪里配得上您啊？想娶我的皇亲国戚一堆，可谁都及不上他。两情相悦的事儿，不是那些身外物能决定的。大师，关于下西洋一事，还需您帮朕谋划。遵旨。那大师多费心了。王爷客气了。见过皇上。大师，您最近过得好不好？我好想你啊。哈哈，长大了，不过也变丑了。大师就爱取笑我。不过明儿真的变丑了？没有小时候爱笑，眼神还灰蒙蒙的。不过呀，这说明我们的明儿真的长大了。如果这就是长大的代价，那我愿一辈子做个孩子。这笔账，朕早晚要算到夏巡头上。姐夫，这您就不要责怪夏巡了。您今天不是还利用他帮您实现了下西洋的愿望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大家都在说辅国公神通广大，只要是他开口，就没有他做不了的事儿。谁让他是夏巡呢？哼，这个大骗子！姐夫，你怎么不高兴了？一人独大，对天下人不是好事。难道，姐夫，你在忌惮夏巡？朕忌惮他。朕是皇帝，是天子，朕会忌惮一个区区的臣子吗？再说，辅国公的位置是朕赐给夏巡的，朕如果想收回来，易如反掌。自古以来是只要当上了皇帝，就更加容易猜忌怀疑了吗？我们从北平到金陵，夏巡多少次帮我们化险为夷，结果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你又开始猜忌夏巡了。原无恶意者心生恶念，本无叛逆之心者必生反心。建文帝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？你呀，小丫头，嘴皮子越来越厉害。姐夫说不过你，行了吧？不过这次，你真的错了。朕刚刚就是开个玩笑。夏巡是辅国公，也是朕的好兄弟，朕怎么会忌惮他呢？
当真？皇上同意了。下官也是刚刚接到圣旨，皇上命下臣率领海船2000，游历他国，扬我大明威德。恭喜啊，大人，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这也多亏了辅国公，要不是您在殿上为在下据理力争，估计这次西洋之行不知何时才能实现。好在皇上也盼着出航。就算是皇上不支持此次下西洋，我夏某也会继续坚持立场。此话怎讲？一旦我大明开始和天下各国交流，整个天下的先进文明就会融入我朝，海纳百川。大明将包罗万有，自此可称雄天下。借辅国公吉言，下官必定不负众望，完成使命。敬启者，辅国公夏询。阁下今日下朝后，我在御花园中与姐夫一谈，希望辅国公近日尽快收敛锋芒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皇上，你对你心存抵触，欲处置而后快。我和你说这些有诽谤圣上之嫌的话，辅国公一旦误会我，去皇上那儿检举，那我将百口莫辩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兰，郡主，你让马夫赶紧送你去趟辅国公府，你一定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辅国公手里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夏勋，你一定要收到信啊！我家郡主说了，这封信一定要辅国公亲启，他没说夫人您可以看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送客吧。既然郡主派来的信使对本夫人气焰嚣张，这么不懂规矩，还得请郡主亲自来辅国公府送信。是。夫人，您就都下去吧。是。希望辅国公近日尽快收敛锋芒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皇上已对你心存抵触，欲处置而后快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你自己看吧。这是郡主刚刚特地给你报的信。按照信上的内容说，皇上似乎不会再重用你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似乎对你还有些忌惮。夏雪，你有没有做过让皇上不快之事？原来皇上是这个意思。我帮皇上解决难题，他却认为我一手独大，只手遮天。皇上啊，皇上，我有必要跟你玩这些权势吗？那不如这样，你可以效仿西门庆，把辅国公一职给辞了吧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皇上也可以放下防备，不再盯着你了。皇上也太高估我了。我若是想扩大权势，须以谋反。我还需要等到今日吗？一旦皇上认准了你在朝廷一人独大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都不可能改变皇上对你的看法的。带我走吧。
我们离开金陵，天下如此广阔，不管我们去哪儿，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。你放心好了，保护好我自己，我才能够保护你。我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。月下离愁伤，3000夜未央。牵肠梦。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俱。